公元前3世纪的中原大地，硝烟四起，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风雨欲来的岁月里，一场注定失败的刺杀，揭开了战国末年的惊天暗涌。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荆轲的刺客。要说这段传奇，还得从燕国的太子丹讲起。太子丹是燕国的太子，后被送到秦国做人质，在秦国受尽了屈辱，便私自逃回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国的将军王翦攻破赵国，俘虏赵王谦，大部分占领了赵国的国土，进军向北侵占土地，到达燕国南部的边界。太子丹感到十分惶恐，便向太傅居武求救。然而，面对这样的情况，居武也是束手无策。没过多久，秦国的大将房无忌逃到了燕国。原来，房无忌奉秦王嬴政之命攻打赵国，却败在了赵国大将李牧手上。他生怕秦王会怪罪自己，不敢再回秦国，便逃到燕国来，恳求太子丹收留自己。居武劝说太子丹不要答应他的请求，以免激怒了秦王，惹祸上身。但太子丹心意已决，一定要让房无忌留下。居武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在此之后，居武建议太子丹重用一位名叫田光的谋士，共谋护国大计。田光来访时，太子丹对他以礼待之，向他询问如何才能在秦国的威胁下保住燕国。此时田光年事已老，自觉无力再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便向太子丹推荐了自己的好友荆轲。荆轲本是魏国的一名侠客，与田光的交情一向很好。太子丹决定召见荆轲，并请求田光将自己的心意转达给荆轲。田光告辞之际，太子丹为免自己与他会面一事泄露出去，招致不必要的灾祸，还特意叮嘱他千万不要对外人提及此事。告别了太子丹，田光又赶去拜访荆轲，并告诉荆轲自己已向太子丹推荐了他，请他无论如何都要去跟太子丹见上一面。荆轲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田光非常欣慰。他对荆轲说自己曾经向太子丹承诺，绝对不会将他召见自己的事泄露出去。眼下荆轲既已答应去跟太子丹会面，自己的心愿也就达成了，就算是马上自杀也不会有任何遗憾了。田光说着就在荆轲面前自刎了。荆轲深受感染，后来他之所以会铤而走险刺杀秦王，多多少少也是因为受到田光之死的影响。见到太子丹后，荆轲便将田光的死讯和死因全部说了出来。太子丹一面流泪，一面对荆轲的到来表示感谢。在此次会面中，他向荆轲提出了刺杀秦王的计划，希望荆轲能够担此大任。荆轲沉默了一阵子，才向他表示自己资质平庸，只怕会辜负了他的期望。遭到婉拒的太子丹并不死心，堂堂燕国的太子竟然向荆轲这个平民磕头，恳请他一定要答应自己的请求。荆轲没有再推辞，其后他就在太子丹这里安顿下来。为了让荆轲竭尽所能效忠自己，太子丹不断用财宝和美人笼络他。在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荆轲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对于刺杀秦王一事，太子丹却从未听他提起过。后来，眼看着赵国也被秦国吞并了，秦国的大军已经逼近燕国南部地区，太子丹终于沉不住气了，请求荆轲尽快行动。荆轲提出要带着房无忌这个秦国的叛头的头一起去面见秦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秦王，然后再趁着秦王麻痹大意之际将其刺杀。虽然荆轲此言甚有道理，但太子丹却不忍心出卖自己的好友房无忌，只好请求荆轲另谋他法。但是荆轲却坚持认为这是最好的法子，不管太子丹是否同意，他都要这么做。为此，他还特意瞒着太子丹，偷偷去跟房无忌会面。此时，房无忌的父母曾祖早已被秦王诛杀了。房无忌对秦王恨之入骨，却苦于找不到复仇的方法。荆轲便对他说，只要自己能带着他的屠虏去拜见秦王，必定能取悦秦王。
到时候自己就可以寻找机会将秦王杀掉。如此一来，既可以为樊家上下报仇，又可以保护燕国不被秦王所灭。房无忌被荆轲的一席话深深打动，马上在荆轲面前自杀了。太子丹听闻他的死讯，不由得大哭起来，但事已至此，也只好按照荆轲的计划进行了。但是得到了房无忌的头颅，对荆轲而言仍是不够的。在刺秦之前，他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首先，他要准备一把锋利的匕首，为了确保刺秦成功，他还要在匕首上淬上天下最毒的毒药。幸好这些太子丹都已准备好了。太子丹以100斤的高价从当时的铸剑名师徐夫人那里买了一把号称是世间最锋利的匕首。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徐夫人其实是如假包换的男子，他只是姓徐名夫人而已。匕首买回来之后，太子丹又叫人在上面淬了某种不知名的剧毒。据说人的血液只要沾染了一点点这种剧毒，就会马上毙命。到了这时，刺秦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荆轲带上房无忌的头颅和匕首，跟自己的助手秦舞阳一同踏上了刺秦的不归路。太子一身缟素，赶到易水之畔为他送行。临行之际，荆轲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篇流芳千古的易水歌也预示了荆轲此后悲惨的命运。抵达秦国后，荆轲首先去拜见秦王的宠臣蒙嘉，向蒙嘉表明燕王愿向秦王献上房无忌的首级和燕国的部分领土，以此表明燕国向秦国臣服的诚心。蒙嘉将荆轲的话转告给秦王以后，秦王便下令在咸阳宫接见荆轲。到了约定的日子，荆轲和秦舞阳带着2个盒子来到咸阳宫的大殿上，盒子中分别装着房无忌的首级和燕国的地图。秦舞阳因为紧张过度，忍不住浑身哆嗦。荆轲急忙若无其事地帮他掩饰，说他只是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大场面，才会在名震天下的秦王面前失态。秦王不疑有他，叫荆轲把燕国的地图呈上来。荆轲拿了地图捧送给秦王，打开地图，地图全部打开，匕首就露了出来。于是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着匕首刺秦王。还没刺到秦王的身上，秦王非常惊骇，自己伸直身子站起来，挣断了袖子。秦王拔剑，剑太长，就握住剑鞘。当时秦王心里又怕又急，剑插得很紧，所以不能立即拔出来。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跑，秦国的君臣都惊呆了。事情突然发生，意料不到，大家都失去了常态，并且按照秦国的法律，臣子们侍立在殿上的不能带一点兵器。那些宫廷侍卫握着武器，都排列在宫殿的台阶下面，没有君王的命令不能上殿。当危急的时候，来不及召唤阶下的侍卫，所以荆轲追逐秦王，大家仓促间惊慌失措，没有武器用来击杀荆轲，仅仅用空手一起同荆轲搏斗。这时秦王的随从医官夏无且用他手里捧着的药袋投击荆轲，秦王还正在绕着柱子跑，仓促间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侍臣们就说王复剑，王复剑。秦王于是拔出剑用来攻击荆轲，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荆轲倒下了，就举起他的匕首投击秦王，没有击中，击中了柱子。秦王又砍击荆轲，荆轲受了8处剑伤。荆轲自己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了，靠着柱子笑着，像戳鸡一样张开2腿坐在地上，骂道：是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节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的侍臣上前斩杀荆轲，事后秦王还头昏眼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荆轲刺秦让秦王对燕国深恶痛绝。公元前227年，秦王命王翦率秦军突破易水防线，歼灭燕赵联军主力，攻占燕都蓟城，迫使燕王喜迁都辽东襄平。燕王被逼无奈，只好杀掉太子丹献给秦王。秦王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命人攻打燕国。
5年后，秦将王崩率军北上辽东，燕王喜被俘，单于势力被彻底消灭，燕国被秦国所灭。